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前一段时间，一些网友一直就是私信问我，有时候留言也问我，说是这个维修电磁炉用的这个维修插座是怎么接的，这个灯泡是怎么串联的。然后我就用我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说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。这实际上也特别的简单。现在我把我这个拆开，让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我这个已经拆开了。你看一下里面的接线，实际上非常的简单。然后我自己画了一张图纸，可以让大家看一下。这两条线是220的市电到这儿，这是这个插座这儿。这条线中间是串联了一个灯泡，这灯泡可以是100瓦到150瓦都可以。然后在灯泡的位置并联了一个开关。我们修好电磁炉测试有没有严重短路的地方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开关先让它分开，就是断开以后，然后这个电流就可以流到灯泡这儿，流到插座，中间相当于串联的是灯泡。如果灯泡亮了，就证明那个主板它有短路的地方；如果不亮的话，就是正常的，一般都是这种情况。电磁炉修好以后没有问题了，也没有短路的情况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当做那个普通的插排可以用，然后把这个开关给它合上就可以了。开关合上以后，这个电流就从这儿流过来，就相当于普通的插座了。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以在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串联一个电流表，这样的话对修电磁炉看它的功率就更加的直观。看我这个了吧，我这个开关是在这个位置。朋友们做的话，也可以买个这样的插座，开关在这儿的，直接带开关的也更加方便。这个我当时没有这个，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开关在这儿。你们看一下这接线，这不是吗？然后这个开关的这两条线，一蓝一灰，和这个灯泡的这个红蓝是并联的。然后这个插销，这220这条线，一条线是这个棕色的，一条线是棕色线是连到这个插座这儿，然后咱这个图这儿也是一条线连到这个插座这儿，然后这个蓝色的线是接在这个灯泡的，这个蓝色也是灯泡，然后这个开关这儿也有一条蓝色的，是接到灯泡和开关这儿的，这个图这儿也是另外一条线是接到这个灯泡和这个开关这儿。然后我这个灯泡是95瓦的，实际上100瓦到150瓦都可以。好了，这个维修插座已经介绍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评论加关注，再见。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用一个瓶子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，不管这个线有多粗，针孔有多小，都可以快速的把它穿过去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，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。我们来看啊，我们先不要说老人穿针引线的时候，就说我们年轻人吧，在穿的时候很不容易把它穿进去，明明这个线啊已经对准这个针孔了，但是呢怎么穿也穿不过去。它原因呢是针孔比较小，而且呢这个线前头啊也是很多毛刺，这样呢我们在穿的时候就容易挡到这个针孔这边，所以啊是穿不过去的。那么我们可以啊借助一个瓶子的力量，让它呢就可以1秒钟穿过去。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我们一些年轻人，穿针引线的时候速度都非常的快。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首先呢先准备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子，然后呢把这盖给它拧开。接下来我们再需要另外一个辅助工具，就是找一个扫把，在家里的扫把上面啊，我们先用剪刀剪下来一根这样的扫把上面这个刺。我们看这个扫把它是又硬又光滑，我们用它来穿针引线的时候啊，速度就非常的快。我们把这边给它捏一捏，捏完以后呢，然后把这头我们把它塞到瓶子里面。我们把这个瓶盖给它先拧开，拧开了以后我们放在这个位置，接下来给它塞进去啊，塞进去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瓶盖给它拧紧。我们看就这样拧紧了以后，然后呢下一步把这个往上面折一下，折成这个样子以后，然后呢我们来看，这样我们在穿针引线的时候速度就非常快了。我们来看，因为它非常的硬也非常的光滑，我们把这个针先给它穿到这个里面，你看一穿就过来了，是不是
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再从这个孔里边穿过去。你看这孔非常的大，很轻松就可以把线穿到孔里面，是吧？穿过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针往这边一拉，你看，轻轻一拉就过来了，是不是？速度啊非常的快，只需要1秒钟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把它放上去后，只需要这个呢，只要插到这个里面以后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把这线穿过来。你看，速度有多快，这方法有多好用，是不是啊？非常好用，是不是这个方法？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用一个螺丝绑铁丝这个方法这么好用，不管这铁丝拧多少圈它也不会断，而且绑好这个铁丝以后非常的牢固，它要比钳子好用的多，而且比钳子速度也要快。平时很多人呢都是绑铁丝的时候都是这样，用个大钳子这样夹住它以后就这样拧，但是呢很不容易把它拧紧。你如果多拧几圈的话，很容易就把这个铁丝这个根这儿就容易把它给拧断，因为你这样拧的时候，这个铁丝是根部受力的，所以这样拧的时候就容易把它给拧断，看到没有？就断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用个螺丝杆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，而且拧好以后这个铁丝非常的牢固。首先呢，我们再来看，先拿来一个铁丝，我们把这个铁丝给它先对折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套上。套上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它先窝个弯，窝过来以后，你看这边是有个套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用这个螺丝杆把这个螺丝杆我们给它穿过来，穿过来以后，我们来看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这样转，你看这样转的时候无论转多少圈它也不会断。你看这样越转，这个铁丝绑的就越紧。当我们转的时候，它的受力点呢是在这个位置，还有这边，它是这么长，所以说它的受力点比较长。我们在拧的时候不会把这个铁丝给它拧断。这个方法呢，俗称是驴打滚的方法。你看，这样拧完以后非常的牢固，而且呢，这个方法要比钳子拧的时候更加的省力。你看，这是个相当于就是个杠杆的作用啊。你看，我们把它拧完以后，看，非常的牢固。你看，怎么样？非常紧。是不是无论怎么弄它也不会掉？我们把这个螺丝杆给它拿下来看一下，这样拧好了以后，到最后我们把这个铁丝多余的这个头给它剪掉，然后呢这边给它修整一下就可以了。你来看这个方法拧好的铁丝非常的牢固，是不是比钳子好用多了？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现在我们修一台这个足浴盆，这是南极人的足浴盆。它这个是这里边进水了，客户说是这个开一会儿以后，它就开个几秒钟以后就关了。我们把这儿给它拆开，看一下，应该就是进水坏的。这是。我们现在开始把它拆开，这个拆的话是从上面这儿拆，先把这个纸给它撕掉，下边是螺丝。撕开以后，我们这儿就可以看到有4条螺丝，给它卸了就行了。然后把它撬出来，这个下面好像还有螺丝，把这个膜也接下来，这儿还有2条螺丝。拆开以后，我们看到里边全是水，全部都是水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板再卸下来，这块控制板这一面也都是水。
我们先拿吹风机把它吹干。现在这个控制板都吹干了，这个壳子也都吹干了。我们现在再拆开它的底部，看看有没有进水。底部这儿看着没有进水，这儿都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就把盖儿再给它扣上就行了。好了，我们通上电了，然后试一下，这个是开机键。好了，都没问题了。现在这是按摩，冲了。好了，这个足浴盆已经修好了。问题就是进水，然后按键板有短路了。现在吹干就解决问题了。本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评论加关注，再见。我们把一把一字的螺丝刀插到电钻上面，没有想到啊，居然作用这么大。很多人呢都不知道，其实啊，像这个手电钻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呢，上面这夹头啊，夹钻头的时候就夹不紧了，总是打滑，怎么办呢？其实像这种情况都是上面这个夹头的问题。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夹头给它拆下来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在拆这个夹头的时候啊，怎么把它拆也拆不下来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用个一字的螺丝刀，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拆下来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好用。首先呢，像拆这个夹头的时候啊，分为2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啊，就是我们首先用个10字的螺丝刀把里边这条螺丝给它卸掉，这是第一步操作。然后第二步操作啊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一字的螺丝刀把这夹头拆下来了。给大家呢，先来演示一下，我们来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拆中间这个螺丝，这是第一步。这个螺丝啊，它是一个反丝扣。我们拆的时候啊，就是顺时针啊，这样顺时针就可以把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，我们再进行第二步操作。我们来看，就这样把它拆下来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你看这个夹头，既然把螺丝已经拆掉了，但是它还是不掉，是吧？一拧这个夹头的时候啊，这个电机也跟着一块转。根本没办法把它拆下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一字的螺丝刀了。我们把它插进去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用一字的螺丝刀，10字的是不行的，因为夹头已经夹不紧了。我们用这个一字的螺丝刀啊，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夹住，夹的会更牢固。好，我们把它夹紧，夹紧之后啊，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条螺丝，这是个大螺丝，这条螺丝它是一个正丝，我们在拆的时候啊，就是逆时针来拆。拆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呢，在这个里面。我们给它插一条，再插一个螺丝刀，然后呢，我们用个锤子砸这边，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拆下来。我们来看，这样砸一下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转一下，然后接着再来砸，砸几下之后，就可以把它砸下来。我们来看，你看怎么样呢？已经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，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夹头拆下来了，你看，是不是非常容易，是吧？等我们买一个新夹头，然后呢，把它再装上就行了。这边是正丝，里边那条丝是反丝，就这样把它安装上就可以了。这夹头呢就更换好了。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，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现在我的一个快件到了，我们拆开看一下，看是什么快件。这个是个网络的摄像头，这个是300万像素的带云台。这个是无线摄像头，它也可以插有线。这个是300万像素的，然后镜头是4毫米的。我们把这个通上电，连上手机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据说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，我们试一下。连上电源线以后，我们需要下载个软件，就这个 TP-Link 安防这个软件。我们打开这个软件，我这个已经下载好这个软件了。我家里面有个这个摄像头，我现在在店里边再装一个。打开摄像头以后，然后扫描这个后边的有个二维码，给它添加一下设备。然后这儿可以选择无线连接。请查看摄像机是否红绿灯交替闪烁。安防手机 APP 进行 WiFi 配置。好了，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效果挺好。旋转一下，这儿有对讲功能。现在就可以直接说话了。喂喂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个用的挺方便的，这个。然后这个摄像头，这个里边也可以插内存卡这儿。然后这个 TP 的摄像头，它送了1个月的云储存，可以循环录7天。这个7天以内的录像，如果不插内存卡的情况下，可以插7天以内的录像。这个监控的效果挺好的。然后出门以后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查监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录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真没有想到，原来用一个饮料瓶就可以开锁，方法非常简单又好用。这个方法呢，只适合开自己家的锁，而且呢，这个方法的主要功能呢，就是非常适合家里钥匙比较少的人口比较多。假如家里只有1把钥匙了，家里人口比较多，不够每人1把用，怎么办呢？其实就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应急使用，非常的好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，需要找一个这样的硬点的塑料瓶，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剪刀把它先剪开。我们来看，剪开以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找个平面，然后呢，用剪刀把这一块我们给它剪下来。我们呢就用这一小块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家里的这个钥匙放在这个塑料片上面，然后我们用钳子把它夹住。这一共操作步骤分为两个步骤啊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用壁纸刀把周围这块多余的都给它裁掉，把钥匙上面这个轮廓给它修剪出来，这是第一步操作。然后呢，再进行第二步操作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临时制作一个钥匙。假如没有时间去配钥匙了，家里钥匙不够用了，太少了，可以这样配一把临时钥匙用。我们看，把这两边剪出来。我们把这一步弄完以后，再进行第二步。这样呢，家里的一个临时钥匙，就是一个备用钥匙就制作好了。对比一下原来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家里开锁的时候，出门回来了开锁的时候，这样开就行了。但是直接开是不行的，因为这个材质比较软，拧不动我们要是用个螺丝刀的话，经常回来兜里面拿个螺丝刀比较麻烦，是吧？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进行第二步操作。我们可以找个铁丝在前边给它砸扁了之后，然后把它粘在这个钥匙上面，这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。你来看，插上去后这样一拧就开了，是不是？家里的一个备用钥匙
或者是钥匙不够用，可以这样应急使用，自己做一个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现在我们修一台这个美的电磁炉。这个电磁炉的问题是断续加热，就是加热一下停一下，就这个情况，加热一下停一下。我们拆开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什么问题。现在这个电磁炉已经打开了，打开以后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电容有鼓包的，然后别的元件也没有看着有烧坏的。然后我们反过来再看一下，这个背面也没有开汗的地方，这个康通丝也没有开汗。然后这个主板上面这儿有个黄色的可调电阻，像这种情况，一般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可调电阻坏了。这是一个501的500伏的可调电阻，我们测一下，看看它这个阻值到底有没有变大或者出现问题。现在这个阻值是 4.8K， 然后阻值是明显过大，这个可调电阻坏了，我们把这个可调电阻给它换一个，应该电磁炉就修好了。这个我们换上试一下。这个可调电阻装好以后，我们开始装壳试机，通上电以后开机。好了，这台电磁炉已经修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修一台这个。现在已经转了，现在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上次修这个 LCD 的电视机，然后这些灯条这套件都到了，我们开始安装，把这些旧的灯条都给它拆掉。旧的灯管已经都拆完了，拆完以后这些是新的灯条。买这些灯条的时候也带了一个这个横流板，这是成套的。然后这些厂家出来的时候把这些线都接好了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安装就行了。安装的时候，这个高出一部分，往上粘的话不太平，也粘的不牢固。不牢固，我们把这改动一下，把这个拿剪刀都给它剪掉。剪了以后，然后就平整了，就可以固定了。把这些都剪掉以后，就变成平面了，粘的比较牢固。然后这个灯条后边是自带双面胶的，这个是直接往上粘就行了。现在灯条已经都固定好了，这个32寸的
我买的时候他说有4灯条的，有6灯条的，我要的是6灯条的。6灯条的它稍微贵一点，然后它这个灯珠多，亮度均匀，这个效果好。这个把屏幕装好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安装后面的主板。以前带的这个高压板就不用了，就把这个去了以后就换成这个 LED 的横流板。买这个灯条，它上面有说怎么接法，白线是接这个亮度控制，黄线接这个背光开关，黑线就是地线，红线是24伏供电，我们按这个接就可以了。我这个电源板写的是这个 GND， 这个是地线，然后这个是24伏供电，然后这个是接黄色的线，就是背光开关，然后这个就是接这个亮度控制，我们给它焊上就行了。现在已经改装好了，我们通上电开机试一下。好了，现在电视机已经打开了，亮度也非常不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报废的打火机里面还有个最值钱的宝贝，就连收废品的人都不知道。你如果把它当做废塑料卖，那就亏大了。不管是这种没有气儿的打火机，或者是坏掉的打火机，都不要当废品卖掉。其实它的用处是比较大的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这个打火机就是没有气儿了，打不着火。我们把这个给它拆开，让大家来看一下里边这个宝贝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看一下它的用处到底有多大。我们看，首先先把这个防风罩我们给它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东西也拿下来。我们来看，给它拆完以后呢，我们最主要用的东西就是这个可是一个宝贝啊，很多人呢都见过它，但是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。我们来看，只需要给它稍加的改装一下，很多邻居啊看到都说非常的好用，也都抢着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我们在这个上面给它先接2条线，我们看，先长2条稍微硬点的这个电线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给它拨出线头，拨的稍微长一些，拨出线头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好用。我们看拨出这么长以后这条线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绑在这个小电子元件的下边这个金属上面，我们看给它缠2圈，缠完以后，这边给它拧牢固了，一定要拧牢固。我们看拧完以后，接下来我们用个剪刀把这边这条线给它剪一下，然后呢，把另外一条线也给它先拨出线头，拨好了之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电子元件这头啊，我们也给它拨一下。这个东西啊，很多年前我都制作一个，邻居们看到以后都说非常的好用。我们看，然后呢，把它接在这个上面，这样接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给它缠点电工胶带，缠好胶带以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东西再给它塞回去，按压的这个小按钮也给它装回去，然后把这个防风罩我们从这边给它穿过去，再给它扣上，就这样接2条线就制作好了。我们来看，你看线上这个火花非常明显。当家里的燃气灶打不着火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快速的点火，这样呢点着火以后不会烧到手，用的时候非常安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你看只需要轻轻按一下，立马就打着火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，把它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现在我们修一台这个美的的电压力锅。这个电压力锅的问题是烧不开水，然后就跳到保温了。现在已经打开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压力开关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调到2极管档，然后量下这2个角，不导通，这个压力开关有问题。我们把这个拆下来，这个坏的已经拆下来了，看到了吧？这个触点氧化的挺厉害，都氧化了。这个我们换一个新的，把这个我们给它装上。
这个新的压力开关换上以后，我们试一下，可以没问题这个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烧点水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好了，现在这台美的电压力锅已经修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